因为盖了个猫屋，就总有人说你家猫有你这个主人真幸福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就因为有了它们，我现在连嗑瓜子都不用自己踩垃圾桶。犯困又不想下床的时候，八条会去帮我关灯。出门取快递的时候，木木会过来给我当小保镖。走夜路的时候，咬我一口，远远的就打开了手电筒，过来给我领路。所以你说幸福的是他们吗？明明是我才对。爸爸，谢谢。咱们院的猫被人砸了。前段时间我收拾院子的时候，发现了2块石头，然后就调了监控。小朋友先在外面对猫一顿谩骂，然后又转身去捡了石头。偶活这个傻子以为是什么好玩的，还跑过去闻闻，然后就扔过来了第2块石头。可以看到这块石头就是冲着偶活的头去的。看完监控，我真的特别生气。出院子又发现门口的装饰树也被推倒了，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了这个小朋友。所以这整个行为就是错的。我们只想提醒你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对吧？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一个道歉，然后你保证你以后不会再来院子里做这种事情。如果下次你再来这院子里说拿石头去砸猫啊，或者做其他的破坏，我们就找到你们学校，找到你们家长了，行吗？可以。行，那先这样，你回去吧。行，叔，对不起。事情虽然翻篇了，但我仍然心有余悸。小区的小朋友大多数都非常善良，对小动物也很友好，所以咱们院的猫在小区里都非常放松，有小朋友靠近还会主动过去贴贴。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突然让我觉得他们在小区里自由活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，所以我又买来了一堆木料，接下来要给咱们猫咪小院做安全升级了。瑶瑶，瑶瑶，这2天你们俩一起好好看家哦，听见没有？原来大嗓门子一直在求救，他特别能叫，所以我才给他取名大嗓门子。起初呢，我以为他叫是因为饿，所以每次都给他喂吃的。但不管我准备了多少吃的，他都只吃一点点，而且还越来越瘦了。每次他看到我都会追着我叫，我还觉得真可爱，一只流浪猫怎么这么会撒娇？直到他一次又一次的躺到我面前，拦着我的路，我才感觉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他，我发现他总是把他那个受过伤的舌头吐在外面，而且每当我碰到他的嘴角，他就反应特别剧烈。虽然他是新成员，但咱们院的原住民都不会凶他，可能他们都知道大嗓门子生病了。我联系了郑州的一个兽医老李，已经约好了时间，打算带大嗓门子去看看。大嗓门子，我们现在走吧，好不好？虽然提前做了心理建设，但大嗓门子还是因为过度紧张尿在了航空箱里。到医院以后，为了避免他伤人，只能先给他五花大绑。别亮着，你看他嘴，你看他口角。我看。张嘴。你看。哎呀，你看，看见了吗？天哪！是这样一张嘴，明显闻到臭味了。对，我刚才给他擦眼睛的时候都臭啊！你看。很不幸，大嗓门子得了严重的口炎。李医生通过牙齿的情况判断出大嗓门子最少有4、5岁，又通过我只给他打了1针疫苗，但他的抗体却很高，推断出他以前很可能打过疫苗。再结合他跟人很亲近，又是突然间出现在我们小区的，这一条条的线索全都指向2个字：遗弃。好在大嗓门子是很坚强的，2个多小时3台手术，他都挺过来了。麻醉苏醒以后，看到他委屈巴巴的向我告状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没事的。你还告状啊？你还告状？这委屈啊！好。接下来还要住院10天，医院里有小伙伴猪肉，都会见，还有一个小八嘎，有他们陪着，大嗓门子的住院生活不会孤单了。准备睡觉了，八条，把灯关了。好嘞。真好，都不用自己下床了。因为怕把床上弄的都是毛，原本我就不让八条进卧室，结果最近只要一关门，他就在门口一直跑，没办法，只能让他进来了。刚关灯那会儿，他还老老实实睡在小窝里，结果第2天一起床，他就跑床上来了。臭猫，你把床上弄都是毛，等一下我又该打喷嚏了。你怎么陪我啊？咱们院这么多掉毛怪，估计能拿个好名次。想要一起赢大礼包的，可以点击屏幕下方链接，跟我一起参加富叔良搓毛球挑战赛。感觉这毛球还不够大。小胖，过来。
猫毛不够，狗来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感觉我输下来半条狗，你这也太能掉毛了吧，小胖！这回这毛球足够大了，想玩球吗，小胖？追到就给你啊！咋的了？抢不着球你就生气啊？哎呦，看你小眼神，委屈巴巴的，那么大个狗了，跟个小姑娘似的。给你，这回高兴了吧？真是个臭狗。今天开始要给猫咪学院做安全升级了。小胖的狗窝太矮了，院子里的猫总是能跳上去，所以要在上面加一圈围栏。为了让狗窝能好看一点，围栏弄好以后还得再加点装饰。小胖对改装后的狗窝还是挺满意的，刚弄好他就跑回去待着了。之前八条老是从院子大门翻出去，所以这个大门也得加高。考虑到院门的承重问题，只能用轻薄一点的木材。我在这边干的火热，小胖在后面啃骨头也啃得可起劲了。因为木材特别薄，用螺丝拧进去很容易把木材顶裂，只能用细钉子先钉起来。我正乒乒乓乓的敲着呢，一抬头看见厚脸皮子也会来吃饭，真是养了一院子的吃货。看来我这尺寸量的还是很准的，围栏放到门上是刚刚好，再用铁丝固定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过这光秃秃的不好看，还得把提前准备好的花藤再缠上去。我这干活还没嫌累呢，小胖啃骨头都累得趴下了。正好八条也放学回来了，背着个小书包，也不知道今天一天在外面都学啥了。花藤缠到门上以后还得调整一下才好看，没想到刚弄好就下雨了，看来今天只能先到这儿了。看了天气预报，最近几天都有雨，剩下这些木材还要用来升级四周的围栏，只能再等等了。瑶瑶，你在这淋雨小心感冒啊，赶紧回茅屋去。爱淋雨的可不止瑶瑶，小胖也是一下雨就在雨里来回跑，要不说他俩关系好呢。进去。我让他进猫屋躲雨，他还不愿意，非得跑回自己的小狗窝。看来升级以后的小窝他还挺满意。小胖，你自己在这狗窝里不无聊啊？瑶瑶在猫屋里呢，你去陪她吧，好不好？小胖的优点就是听劝，说啥是啥。看他们俩在猫屋里躲雨的样子，真的是很温馨。等雨停了，我再来给院子继续做升级吧。大嗓门子以后没牙了，今天要来接大嗓门子出院了。当时手术的时候，顺便把他的蛋也一起嘎了。麻醉醒的时候，他是嘴也疼，屁股也疼。好，所以他就特别生我的气，开门看到是我，直接扭头就走，最后还得护士小姐姐把他哄回来。大嗓门子，我回家了。刚回院子得先给它关起来，不然它要跑出去就麻烦了。因为没有牙的小猫咪在外面基本是没有生存能力的。之前大家都担心大嗓门子没牙以后怎么吃饭，这几天呢先给它吃软的，等它彻底恢复好以后就可以正常吃猫粮了。今天出去接大嗓门子的时候有点着急，忘了喂猫了。这会儿猫粮一拿出来，它们全都围过来了。它们吃的是这个网易严选的冻干双拼猫粮，里面有91%的动物性原材料，82.1%的鲜肉含量，适口性好，性价比又很高，确实很长肉。八条跟瑶瑶为了狗猫粮都快打起来了。最近还升级推出了双拼兔肉款，高肉含量、低脂肪，还有4重美毛因子。看瑶瑶这个毛在太阳底下多亮。咋的？你还害羞啊？